上节课呢，我给大家讲了有关恒成立的问题，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方法，叫做分离参变量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继续给大家做这个题型啊。好了，我们看下边的这个题，已知函数 f(x) 等于 m 倍的9的 x 次方减 3x，3的 x 次方，如果存在非零的实数 x0，使得 f 负 x0 等于 f(x0) 成立，那么让我求 m 的取值范围。当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它没有给我致变量的范围，那就默认我观察这个式子 x 可以取任何实数，我们就默认 x 是属于 R 的。那么这个式子我要把它表达出来，题中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有 f(x)，f 负的 x0 带到这里边就变成 m 倍的9的负 x0 次方减去3的 x0 次方，等于3的负 x0 次方等于 f(x0) 它就是 m 倍的9的 x0 次方减去3的 x0 次方。题中让我求 m 的取值范围，所以呢，我依然是把 m 的项整理到一块儿既然让我求它的取值范围，我就把它和变量截然的分开，所以我要一项把这项移到这儿 ，m 倍的9的负 x0 次方减去，我把 m 提出来，9的 x0 次方。把这项移过去，那么它是3的负 x0 次方减去3的 x0 次方。接下来我先把它这个分解因式，9是3的平方，所以它可以写成3的负 x0 次方的平方减去3的 x0 次方的平方。等于3的负 x0 次方减去3的 x0 次方。它向 a， 它向 b，a 方减 b 方，所以我就分解因式，变成3的负 x0 次方加上3的 x0 次方 a 加 b， 乘以3的负 x0 次方减去3的 x0 次方a 加 b 乘以 a 减 b， 右边呢，它是3的负 x0 次方减去3的 x0 次方。我算到这儿以后呢，大家看到左右两边的这两个式子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他说非零的实数 x0 呢？ x0 如果取0，它是1，1减1，这是0，那我就不能够把它约掉两边不能除以等于0的数。由于它是非零的因为 x0 不等于0，所以3的负 x0 次方减去3的 x0 次方，它就不等于0。只有0次方0次方1减1才等于0，所以我就可以放心的把它约掉，右边就剩1。那么既然我要求 m 的取值范围大家学过指数函数都非常清楚，它是任何实数3的任何实数次方永远都是正的，它也永远都是正的它不会等于0，所以我就把它除过去，m 等于3的负 x0 次方加上3的 x0 次方分之1。好，让我求 m 的取值范围，其实就是让我求谁的取值范围呢？其实就是让我求右边的这个代数式的取值范围。所以呢，我要把它搬出来，令 y 等于
3的负 x 零次方加上3的 x 零次方分之一，把它搬出来。那么分母啊，大家观察到它是不是符合了均值的形？3的负 x 零次方它是个正数，3的 x 零次方是正数，分母应该大于等于2倍的它们俩的积。那它在分母大于等于整个的分数就小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3的负 x 零次方乘以3的 x 零次方 a 加 b 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它们俩的积。同底数幂相乘底数不变指数相加，负 x 零加 x 零它是0，所以它是1，也就是它就等于1/2， y 就等于1/2， y 小于等于1/2。我们还知道啊，它是正的，整个这个分数它是个正数，它又小于1/2又大于0，所以最后我的这个 y 它是大于0，小于等于1/2。这个 y 就是这个代数式，这个代数式就是 m， 也就是 m 大于0，小于等于1/2。所以这道题呢，它是大于0，小于等于1/2的。我要看一下等号存在的条件啊。我在这儿应用的均值，把它看成 a， 把它看成 b， 什么时候它取得等号呢？当切近当 a 等于 b， 3的负 x 零次方等于3的 x 零次方，两个幂相等，底数还一样，即负 x 零等于 x 零，x 零等于0的时候，它取等号。可是我的 x 零是不等于0的，所以等号取不到，等号取不到。那么最后的结果啊 ，m 的取值范围是啥呢？写成区间的样子，就是0到1/2。好，那么这节课的这道题呢，和我们上一节课讲的略有不同。上一节课呢，我们是使用了分离参变量的方法，它具备了3个条件，而我们这道题呢不是。这道题是构造了一个函数，使用了均值，而且要格外的注意等号存在的条件。好了，那我们再这一道题啊，大家看下一道题。下一道题是这样的，已知函数 f(x) 等于 ax 方减 2ax 加 b， 它在区间0到3上有最小值2和最大值10。那么这是一个2次函数，我们非常熟悉。我当然要观察一下开口方向以及对称轴。它没有给我 a 是大于0的 ，a 还是小于0的，开口方向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它却说啊，对称轴我还是可以求的。对称轴是 x 等于负的 2a 分之 b，b 是负 2a， 负号约了 2a 约了，对称轴我们能够求出来是 x 等于1。它在0到3上有最小值和最大值，让我求 a 和 b 的值，对称轴我找到了之后，我就知道，它这个函数，由于在0到3上既有最大值又有最小值，a 大于0告诉我们了，它是开口朝上的。好了，那我就画一个抛线的草图。这是对称轴 x 等于1，a 是大于0的2次项系数为正，开口朝上，最值呢和
我的图像与 x 轴相离、相交、相切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呢，我为了快速的得到结论，我就随便了画一个以 x 等于1为对称轴开口朝上的抛物线。这是1，这是2，这是3。x 的取值呢，它是落在0到3之间，我就要保留这样一段图像。这都是 b 的，所以它都是实心的。那么很显然，它有最小值，最小值是在 x 等于1处取得的，也就是当 x 等于1的时候，我的这个 f(x) 它就有最小值，最小值就是 f1等于 x 取1是 a 减去2a 再加 b 减 a， 它的最小值等于2，b 减 a 等于2，我就得到一个 a 和 b 的方程。什么时候取得最大值呢？很明显，当 x 等于3的时候 f(x) 就有最大值，最大值就是 f3。3的平方是9，9a 减去 x 取3，23的6a， 然后再加上 b， 最大值呢题中给我了，它是等于10的。那么我整理一下9a 减6a，3a 加 b 等于10，我又得到一个方程。a 和 b 满足2个方程，给它们俩一联立 ，b 是等于 a 加2的，带到这里边来，3a 加上 a 加2等于10，4a 呢把它移过去等于8，所以 a 是等于2的。a 等于2带到这里来，所以 b 是等于4的。你看，我没有增加任何附加条件，我就求出来 a 和 b 的值。a 等于2，b 等于4，a 和 b 我都知道了，那么解析式 f(x) 我就知道了，所以 f(x) 它就等于2x 的平方减去4x， 然后再加4。没有增加任何附加条件，我得到的这个结论，那我第二个问是可以用的。好，第一个问呢，我就给大家做完了。我们接下来一块儿来看一下第二个问。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 ，g(x) 等于 f(x) 除以 x。f(x) 我已经知道了，所以 g(x) 我就能够表达 x 分之 2x 的平方减 4x 加上4，所以它就等于 2x 给它做分母，加上 x 分之4。然后再减去4，这就是 g(x)。g(x) 求完了以后，我就可以求 g2 的 x 次方，所以 g2x 次方它就等于2倍的2的 x 次方加上2的 x 次方分之4，然后再减去4。这项我就知道了。这一项求完了以后，它不是说这个不等式在 x 在这儿取值恒成立吗？我就把它表示一下 ，g2x 求完了，它是2乘以2的 x 次方加上2的 x 次方分之4减去4，接着加上 k 倍的2的 x 次方大于等于0。当 x 在这儿取值的时候，它是恒成立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把它化简。我要求的是 k 的取值范围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 k 的式子留在一侧，分离参数和变量。
那么 k 乘以2的 x 次方留在这儿不动，大于等于把它移过去，负2乘以2的 x 次方减去2的 x 次方分之4，移过去加上4，这个式子是恒成立的。接下来呢，我继续画 k 留在这儿不动，2的 x 次方 x 属于任何实数，它永远都是正的，把它除过去，不等号方向不变，所以呢这项一除就变负2了，这项呢就变成了2的 x 次方的平方分之4，所以它乘以它的分之一加上2的 x 次方分之4。好，那大家观察一下，我分离完参变量之后参变分离之后右边的这个函数，比如说我要令题中提到过 f(x) 和 g， 那我就管它叫y 吧。y 等于构造函数，它就是负4倍的2的 x 次方的平方分之一，就是2的 x 次方分之一的平方，加上2的 x 次方分之一，然后再减去2，我就构造了这样的一个函数。构造完函数干嘛啊？求最值。求它的最什么值呢？这个式子它是恒成立的，你的值不断的在变，我要求它的范围。怎么才能够恒成立呢？你虽然不断的在变，会取好多个值，我只需要把你的最大值搬来，最大值都小于等于 k， 那么所有的值都小于等于 k， 它就恒成立。所以我要求它的最大值。那么这个函数我们一看它就是个什么函数？复合函数。如果我令 t 等于2的 x 次方分之一的话，那么它就变成负4t 方加上 t 减去2，它呢就是1/2的 x 次方。你的 x 的取值范围我还知道，它是大于等于负1，小于等于0。所以当我把它拆解开，一切都那么的清晰看起来每一步一步扣着一步，清清楚楚，我要干什么，我要找什么，我会得到什么，都特别的清楚。x 在这种范围内取值的时候，我要找你的最大值，把你的最大值搬来，都比人家小，所有的值都比人家小。那你的最值和 t 有关， t 的范围和它有关，所以我先画第一个图像，这叫 x 轴，这个叫 t 轴。什么函数指数函数，底数 a 等于1/2，大于0，小于1，穿过0、1单调递减。x 在负1和0之间取值，图像保留这样一小段。那么 t 的范围呢？取0的时候它是1，实心的，因为这是 B 区间。取负1的时候呢，1/2的负1次方是2，所以 t 大于等于1，小于等于2，我就标在这儿，大于等于1，小于等于2。那你是什么函数？我是2次函数所以2次函数这个叫 t 轴，我们是不是要求一求它的对称轴因为开口方向是朝下的，2次向系数为正，对称轴是 t 等于负的2乘 a，a 是负4，符号就约了变8，2a 负的2a 分之 b，b 是1，所以它的对称轴是啥呢？是不是 t 等于1/8？负的2a， 符号约了20^8分之 b， 负的2a分之 b 对称轴 ，t 是等于1/8的 ，t 等于1/8，这是它的对称轴。
开口朝下的抛物线，你不用画的太精准，不用知道它是和 x 轴相交、相切还是相离，你就大致的画一下。如果你一定要考察一下也行， t 取0的时候，相应的 y 是-2啊，和 y 轴交在这儿，这是 y 轴。那么 t 要是取1/8的时候，1/8的平方64/1，然后负的16啊，负的64 16/1，完了呢1/8再减2，它肯定也是个负的，所以呢它大概就是这样的抛物线。你就画在上边，它也不影响你求最值，因为我们求最值是根据范围把相应的端点带进去求最值。那么这是1，这是2，图像要保留这一段。你不是要求最大值吗？很明显取1的时候最大，所以当 t 等于1的时候 y 老大，最大是多少呢？ t 等于1， 1的平方还是1，这是-4，负4减2负6，负6再加1呢，它是负5。所以 k 把它的最大值带进来， k 就大于等于负5。好了，这是 t， 我检查一下，看看我们有没有算错的。t 是大于等于1，小于等于2，它是-4t 方加 t 减2，负4t 方加4t 减2，我们这儿丢了一个4倍啊，这是4倍的，这是4倍的，负的2的 x 次方括号的平方，把负4以负4倍的加上，所以这个地方出现一点小问题，它是4倍的。好了，笔误，把它变成4t， 所以它的对称轴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它的对称轴是 t 等于负的2乘 a， 负的变正的分之 b， 它们俩一约 t 是等于1/2的，对称轴这是1/2，然后依然是当 t 等于1的时候，它有最值。1的平方还是1，这是负4。1乘以4正是它们俩一约，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负2。所以 k 是大于等于负2的。让我求 k 的取值范围大于等于负2， k 属于负2，都正无穷大。好了，这道题我就解到这儿。那么这道题呢，我们依然用到了分离参变量，依然构造了函数。这里边又有一点小变化，就是这个函数是复合函数。二次函数自变量的位置，指数函数在这儿，复合函数我把它拆开，先考察它在 x 这种范围内取值的时候，我把 t 的范围找到，然后我就只观察二次函数，求它的最值就可以了。好，下节课呢，我继续给大家做题，这节课先做这么多。